个倾向性，在今天会不会产生战术上面的一个定位改变，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进入到双方今天的第一局 BP， 蓝色方广州 TDG， 红色方上海 EDG。TDG 第一班给的空空儿，蓝色方还是挺少直接上来搬空空儿的。是的，直接给进，看一下 EDGM 会不会放鲁班大师。EDGM 班位给的是凯，凯是和鲁班父子做搭配比较好用的打野。不搬鲁班大师，搬的是阿古朵。放给你了，其实也猜到了，应该是准备拿一套阵容去打。因为艾斯他的 BP 风格是挺喜欢放给你当前版本这种强势的组合，然后在红色方 counter 位狠狠的去克制你。进没有了的话，打鲁班大师的体系，要不就是发一路位置的这个狄仁杰加杨玉环，要不然就是朵莉亚敖影那套。对的，两套体系可以去打到目前的父子。云想衣裳花想容，杨玉环。春风拂槛露华浓。那这个狄仁杰要不要出？震惊长安。先拿老虎，老虎也可以打鲁班父子，但老虎他被鲁班大师开到的时候有点难以脱身。但整体这套阵容拿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打优的对局。就看 T 这个父子要不要接，还是说就单放一个鲁班大师去当一个开团点。先大司命，看7号出不出？出了，这把的核心就比较明确了。对的，那 EDGM 这边就可以稳一手狄仁杰。其实他要拿敖影的话也行。讲道理吗？这两个都可以。那敖影的话，这把如果没有朵莉亚在的话，他就是一个自己玩的，相当于是个抗压点。对，然后不怕被对面开。挺喜欢这么拿的一支战队叫成都 AG 超会啊，是他们喜欢单出敖影打鲁班父子。确实是从春季赛的后半程开始，当时一诺就特别喜欢单出敖影，也不配朵莉亚。当时他们大帅也挺喜欢，要么大帅，要么长生去玩杨玉环嘛。而且敖影是明明自己说到非常擅长的一个英雄，对吧？他自己最自信的一个英雄啊，对，这个是我在他们官博翻到了一个明明的自我介绍的视频里面，他自己说的。对，他自己说了3个招牌英雄之后，然后问他哪个是他最自信的，他说是敖影。那么在他 KPL 首秀的第一把就给他拿到了自己最自信的英雄，看一下他的表现了。2轮班位的话 ，TDG 是搬了一手墨子，然后关羽这个点防对面的一手绕后。EDGM 的话呢，则是搬掉了大乔、王昭君和马超。马超的话就是团战的时候去保一手敖影的这个空间。这个大乔搬的也挺怎么说呢？挺到点子上的，因为 TDG 确实是喜欢那种2合1的阵容，对，让你想不到。然后 EDGM 搬这个马超也是为自己家的敖影去搬的。我可是重量级的。 TDG 还搬了一手亚莲，比较少见了。对，但确实是小泽的一个春季赛持分英雄。那 EDGM 不摇摆了啊，直接亮连破。而且毕竟朵莉亚还在外面嘛，他就是防止说你杨玉环摇到中，然后出一个朵莉亚加亚莲中路，有这种可能性。两边的这个 BP 思路还是非常到位的。湮灭在美梦。海月。然后狂铁立一个对方的线权，因为 EDGM 这把要出个切边了，那就是夏洛特了，最常见的夏洛特打狂铁，而且夏洛特有一手大招可以防鲁班大师的大招。对的，这也是打到鲁班父子啊 ，EDGM 这边5个英雄位置上相对比较常见的英雄啊，就是夏洛特、廉颇、敖影，打野位裴擒虎相对可能会少一些，但中路的杨玉环也挺多的。夏洛特，这样其实两边都是围绕着自己第一把的想要拿的阵容在做一个结构的，因为 TDG 就是围绕着鲁班7号去做一个设合的体系嘛，其他点都是去保着鲁班7号打拆火或者是撑强度的。而 EDGM 这套阵容的话呢，它则是核心点会更多，而且敖影的话前期就放他一个人自己去扛，他其实双边都需要一个发育的时间，都是利用中野辅去支撑的。所以要看一下他们要不要，理论上是不会做换线的。不做换线的情况之下，那 EDGM 只能说倾注更多的人力去帮上路，去限制一下狂铁。
因为狂铁这个点的话，一个是对线能力强，还有就是这把中期轻轻的狂铁出完苍穹那段时间，他是非常能扛的。打对面这套阵容，他打团就盯着你的敖影，像个吸铁池一样吸在敖影身侧，然后让敖影没有办法把输出打到自己家鲁班7号身上，我觉得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还有自己家还有一手大司命跟海月可以隔断战场去做一些拆火。这把海月如果打到后边，他就可以选择直接盯着小泽的夏洛特打，就拉他，或者是陪星火嘛。对的，它是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然后主要的目的其实 TTG 其他的几个位置都是为了保小雪的这个鲁班7号，它其实是围绕着这个射核在做的。而 EDGM 的话呢，它则是要比较吃中野辅前期的一个强度，包括夏琳这一把老虎的节奏，因为它的双边在前期是很难发力的，都是需要去慢慢吃钱，然后做装备的那种。它只能先刷。对，这把。两边的打野都有机会再发一路开哦，不过他们要考虑的是发一路的这个强度啊。如果裴行虎去下路发一路开的话，可能会被鲁班7号扫很多的状态。大司命去发一路开的话，面对敖影的伤害倒是可以吃得下来，且自己的中路跟上路都有线权，能保证他的蓝 buff 不会被裴行虎反掉。如果嘉欣做这么一个开局的话，那他经济在第一轮刷完之后，肯定会比裴行虎，或者说跟裴行虎差不多，不会落后于裴行虎。所以边开这个选择要看嘉欣他会不会去做了。夏琳这边的话呢，则是伺机而动，就看你这个边路漏不漏。如果漏的话，他可以尝试去反击小野，或者就是直接顺着刷就可以了。两支队伍进行交手，目前的话呢，从积分排名上面来说 ，TTG 保有冲 S 的可能性，而 EDGM 这边的话呢，则是要先去帮助自己脱离掉 B 组的一个危险区。而且这两支队伍的赛程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前2周1周打1场比赛，而在本周的话呢，他们是要打到3场比赛，所以在这个最后1周，也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抢分冲刺阶段了。是的，但是在第一轮的最后1周，我们是有6个比赛日。没错。看一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今天 EDGM 是选择做了射手位置的轮换，也期待他们这样一套新的首发组合会产生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而果然 TTG 的话呢，能不能够保有他们在之前比赛的一种对抗强度，包括大家也非常期待 TTG 他这个5个人到底能够打出来什么样的赛场画面。进入比赛，蓝色方广州 TTG， 红色方上海 EDGM， 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全军出击！这把的开局大司命是中开的，然后反一组山豪。对。下路的红隼也是 TTG 这边拿到的，这样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局。对的，因为它本身双边现在前期都有一定的强度，所以它已经能够控到很多的小资源了。没错。本局的预测上面的话，3位嘉宾看好都是广州 TTG。上路青青自己守护住了赤甲，然后打野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到对抗路，会成为一个3-3对抗。但是大司命是蓝开了，他还得吃中以及吃红，我感觉来不及了。上路应该是裴擒虎带着队友拿下来了。那这样空间之灵就是夏琳这边可以空到，是一个镜像开野。毕竟 TTG 这个阵容的重心就是这个鲁班7号嘛。好，这个赤甲还被鲁班7号给反了。给到夏琳的第一视角，今天也是他在 KPL 登场的2周年，然后他也这个赛季转会加入到了上海 EDGM， 而且他在14号的时候也刚刚过了自己的21岁生日啊。各种 buff， 哎，先看这个大司命位置有点脱节，大招开出来了，回了一口血，侧面轻轻帮忙做拆火，给一个链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能够逃过，感觉是被烫死了最后这一下。对，是嘉欣想要去反第2组对面的山豪的时候出的事情，他那个位置第一时间没有人能接他，
被集火打残了之后才开了大招，回了一口，但最终应该是会被那个裴星虎给烫死。夏琳这边直接拿到了第一滴血，这样还是挺伤的。你让老虎拿了一血，为了控山豪。是的，老虎现在对位经济直接领先了，快一些了。上路的一个位置过来做一波拆火。 裴星虎想要单吃一波中，他这波单吃完了之后，大司命的经济不打架的情况下是追不上。然后队友还在帮他提速。这样的一个局面，只要下连的裴星虎稳定的把它维持到4分钟，他能做的选择还挺多的。因为先看上路，直接过来抓。 因为大司命是和他镜像开的 buff， 所以在4分钟那波龙团刷新，如果 TTG 的阵容足够强势，又有海月在的情况下，他不好打龙团，他就可以选择换对面 buff， 打对抗路节奏。还有半分钟就要刷龙了。而下半图的话 ，TT 这边则是要稳发育 ，EDGM 这边的话呢，则是不做对抗，稳定吃线就可以了。是的，因为廉颇加敖乙这两个英雄，鲁班纳是很难开的。 不过我看嘉欣身上的这个 buff 啊，短时间内还是没有消失，他前面应该耽误了点时间，这个时间刚好就错开了，他们可以把龙拿完之后，自己的野区才会刷新。然后裴行武想去换的时候，发现对面的野区是没有刷新的。对，小野他在找小野，他能反应都小的，因为蓝刷的时候 TT 应该会有这个意识，会回防。对。 所以这波夏琳裴行武他换节奏，换到了2组小野。毕竟龙团这波他确实不能和对面硬拼。但这条龙一拿，对于 TTG 来说有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一个下路的对线可以压得更舒服了。视野控制层面的话 ，EDGM 在前期会站得更深一点，因为老虎这个点。而且镜头给了多次双方争夺赤甲的这个画面，每一次应该都是 TTG 拿到了。对。 这样两边是一个换边塔，但是上路看到了狂女在中的情况下可以压2塔，但是中路估计花卷叫人了，他自己有点守不住。廉颇过来了，那上路的裴行武跟夏洛特可以继续去压2塔，这样一个换节奏下来 ，EDGM 还是在转，他可以多带一座。哎，这个塔少 A 了2下没掉，死血。另外一边的话，赫茨这边选择直接开人。 拉进去的是廉颇，廉颇这个位置出来要死啊！哦，不用出来了，直接单杀，在河道的位置，估计帆当时想的是去接一手裴行虎跟夏洛特，在河道被海月，这是闪现开了吧？直接被抓了。这样其实两边现在的一个核心点已经非常明确了。首先，小雪这边的发育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她依旧在吃钱，然后依旧在打推塔。而夏琳这边的话，同样也是一样的。但夏琳她不能和 TTG 硬碰硬。夏洛特，我去给一下身位的威胁。刚才那波廉颇的阵亡导致了裴行虎掉了一个蓝 buff。你看他在卡这边 ，TTG 过去包自家队友的一个位置，结果就被海月闪开了，血量太差。目前的全场经济第1、第2还是 EDGM 这边的一个上赢，但主要是他们在中期的接团能力上面是没有 TTG 这套阵容的输出来的稳定的。 对的，敖乙还没有成型。鲁班7号带完上1塔和线之后，还可以传到下路，再吃一波劣势的线，发育很舒服啊。然后裴行虎现在也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时段的经济差打进 TTG 的野区，他们这个阵容更倾向于打一些关键时间点的阵地团，去拉扯 TTG 的人。
芊芊的位置卡的比较深，因为上一波蓝他们是有掌控刷新时间的，这波还要反，还要反。但是 EDGM 是想守的，不过从目前的这个站位上来看的话不好开啊，哎，反而还被海月先手。 但是闪现没有拉开的，还是被拉了进去，在里面直接杀掉了杨玉环。然后侧面的话，芊芊2技能又敲起来，直接打出了夏洛特的一波闪现，往后拉扯，鲁班大师大招再把人拉回来，小雪拿到这个击杀，是一波崩啊！而且在每次要决定进不进攻的过程当中 ，TTG 就打先手，对他们的海月打得很果断，对，上去直接留了一个杨玉环，把杨玉环给杀掉。然后外边的战场，因为当时敖影为了打一波。 3火龙魂直接吃了几火，他当时残血开大上天，敖影没有战斗力，杨玉环被拉走了，那正面战场守这个塔怎么守？对，就很难了。而且这么几波团战打下来的话，对于 TTG 而言，他们在赚节奏，因为他们一直在养的是小雪的鲁班7号，而对于夏琳来说，他的老虎在亏节奏。就这么说吧，前面裴擒虎领先了鲁班7号大概1000左右的经济，这波打完之后直接要追平了，只差200块了。 但你真的要对鲁班7号造成击杀威胁的话，还是得看双边的经济啊，目前都还不够。你先看，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威胁鲁班7号，蓝 buff 先被反了，然后就是海月在蓝 buff 被反的一瞬间直接动手。 上路又是开了一波顺风的海月，见人就拉，然后队友这边看能不能过来做接应。EDGM 的人先到，开了奔狼过来接，找人过来接，廉颇大招砸到对面3个人，配上老虎直接咬进去把各自给咬死了。但是后方那个位置看一下小雪，这波输出拉的比较满，闪现再躲了一下，最后的话小泽切进来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那这样只剩了一个没有技能的敖影，再被小雪的鲁班7号给杀掉，2连击破。2连击破到手之后，小雪的破晓已经做了出来，9分半都不到的一个时间啊！又是一波1换4，没错。EDGM 打了2波大团，这2波都是溃败，相当于加速了鲁班7号的成型。而且你给小雪这样经济以后，他也打出来了团战的 top 伤害。对，打了17000多的伤害。刚刚鲁班大师还保证了自己开团留人的同时，回去又给了个链子保了一下。哎，但看这个草被狂内大招看到了。 红直接反掉 ，EDGM 现在正面团其实真的不太能够接得过，有点乏力。裴擒虎的经济优势没有利用起来，对，节奏被断掉了，就是在4分钟龙拿完那个时候，先是第一步想换蓝没有成功嘛，对吧？对。然后后续就是在推2塔的过程当中，被对面海月打了一波先手，把廉颇给杀掉了。那波也是连锁反应导致裴擒虎蓝区掉了，以至于 TTG 后边继续去反蓝，对，引发了一波团。这波海月绕后，把战场给固定了，然后直接开奔狼挤过来，就是给你打这波团。小雪的位置其实蛮好的，他第一时间很难被集火切到。 然后就是敖影这里预判了鲁班7号点链子的落点，但是鲁班7号点完链子瞬间交闪拉开了，没有吃到敖影的伤害。10分钟的龙也是 TTG 这边拿到的，双龙一拿，开了一手奔狼，这边直接冲，看到老虎了，知道这边是个多打少，视野冲出来，然后点下个高定，敖影的大招被打了出来。 裴擒虎还在回城，但正面队友有点撑不住啊。经济差也有点大，保证鲁班7号推就可以了。先运线过去，然后侧面2闪过去，配合上廉颇想要去砸，但小雪一个闪现后撤步拉开了这一波的控制，回头反扫掉了翻那手廉颇。侧面大四面2技能再一连，然后大招再一砸，侧面小泽切进去又被赫兹给做了一波拆火。兵线在路上 ，TTG 这边直接打掉了对面3个人。 可以顶着拆，慢慢磨。EDGM 剩下的2个人没有什么防守的能力啊！兵线进来，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拿到了第1小局比赛的胜利。越发的能感受到广州 TTG 拿到这种特别吃团队协调性的阵容，他们就是越发打。